未婚夫最爱的表妹意外伤了公主的脸，为了让表妹脱身，她顶罪被关进天牢。入狱的第二天，未来婆母便哭上门，跪求我救人。他们笃定了我会拿出父兄留下的免死金牌，给宋长风换一条命。可我只是淡淡扫了眼面前凭空出现的文字，对上婆母颐指气使的脸，满眼心痛。那金牌已经随父兄下葬了。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什么？我话音刚落，柳氏和刘雪瑶全都变了脸。我去，这女配疯了吧？怎么不就男主了？完了完了，女主料事如神也有失策的一天，这下顶罪的男主怕不是要被砍头？慌什么？女配这是欲擒故纵，逼着男主早日娶她呢。刘雪瑶强撑着笑脸，沈姐姐你在说笑吧？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会下葬？按理来说不都是要留着庇护家族的吗？说着，她眼神里多了几分怀疑，不会是沈姐姐不愿意拿金牌救长风哥哥吧？我皱眉看着她红起来的眼眶，沈姐姐，我不是故意怀疑你，实在是长风哥哥还在天牢中受苦，你们以后会是夫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沈姐姐，你千万别错了主意。这话里含沙射影的意思是说我藏着金牌，不愿意拿出来救人。柳氏明显被说动，看向我的眼里带上了几分不满。你与我儿自幼定亲，你早晚会嫁入我宋家，现在你未来夫婿有难，你藏着东西不就是合居心？况且沈家早就落魄，我宋家却依旧愿意认你这个儿媳，你得知道感恩。快点去取金牌来，长风还等着呢。听到这番话，我更加认同了自己的做法。沈家自从父兄走后便渐渐落魄，宋家虽没有表露出要退亲的意思，可柳氏早就看不上我这个落魄家族的儿媳。还有刚才那些字，什么男主女主的，细思下来，就是宋长风心里喜欢的是自家表妹刘雪瑶，推了公主的人是刘雪瑶，宋长风替刘雪瑶顶了罪，而这一切都是刘雪瑶算计好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小陪伴自己长大的丫鬟报仇，而我也是他算计好的一环，要我拿出父兄用命换来的免死金牌去保宋长风，救了人后还会被当成洗恩图报的人。宋长风捏着鼻子娶我，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可笑至极。谁乐意救他？虽还不知真假，可这番精密的算计，一环扣一环，实在令人心惊。如果他算计的人里没有我的话，我还真想为他拍手称快。现在嘛，我只有被小人算计、惦记自己东西的恶心和厌恶。我断不会用父兄用命换来的免死金牌去救宋长风。月书，好姑娘，你与长风自小定下婚约，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宋家儿媳了，你不能见死不救啊！见我不语，柳氏哭着扑到我面前，嘴里说着求救的话。刘雪瑶也维持不住脸上的假笑，嗔怒地看着我。沈家满门忠烈，圣上恩赏，特赐下免死金牌给沈家，这般荣耀的事京城谁人不知？这金牌如此珍贵，怎会下葬？我看着这急迫的两人，原来他们是算准了来的。刘雪瑶胆大包天，毁了公主的容；宋长风为情顶罪，算准了我会因未婚夫的身份救他。可如今我拒拿免死金牌，那宋长风自身难保，刘雪瑶又怎能美美隐身？他俩既然做了，就要担下自己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后果，别妄想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来脱罪。我说的句句属实，免死金牌的确已随父兄下葬，当时我还小，是祖母操持的一切。宋夫人和柳小姐若不信，我可带你们去问祖母。见我说的笃定，刘雪瑶脸色十分难看，她还想说话，我直接唤来丫鬟，让她去请祖母来。祖母来后，听完宋夫人焦急的询问，脸色没有丝毫波澜地认下了我的说辞。如我孙女所说，金牌已下葬，当时是我亲手操持的，让亲家白跑一趟了。刘氏虽然在笑，却比哭还难看。屋内一下子陷入寂静，愁云惨淡在柳氏二人四周盘旋。怎么会这样？免死金牌怎么会被下葬了？那这下怎么救男主？不会的，不会的，女主这么聪明，一定会想到办法的。他俩是主角，肯定会化险为夷的。我弯着嘴角，似是不经意地问：我记得宋公子一向稳重，怎会突然伤了公主？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隐情？柳氏噌的抬头，是啊，我儿一贯稳重守礼，最重男女大方，就算是地滑跌倒，也断不会站得离公主那么近。雪瑶，你说，今日从头到尾都发生了些什么？刘雪瑶眼底划过慌乱，眼珠乱转着转移话题。现在是已经成定局，当务之急是要救表哥出来。柳氏狐疑地看着他，但到底更担心儿子，很快又焦急起来。我让丫鬟拿了些银子来，沈家落魄，门路不多，宋公子还在牢中受苦，这些银钱还请宋夫人收下，拿去打点天牢，当是我的一份心意。柳氏接了银子，脸色明显柔和许多。后面几天，我陪着柳氏奔波着找人救宋长风。我心里已经打定主意要退了这桩婚约。柳氏本就不满自己前途无量的儿子娶我这个落魄世家女，更别提那些自透露出来的宋长风与刘雪瑶的事情。我断不会嫁给一个心里心心念念都是别的女子的男人。但退婚这事不能由我提出，得寻个机会让我全身而退。还有，明明我与刘雪瑶无冤无仇，她却想着来算计我，我断不会咽下这口气。在这期间，我得保持好一个合格未婚妻该有的姿态，不落任何话柄。昭华公主被毁了脸，对于凶手深恶痛绝。柳氏走访了许多人家，宋家的关系网都被用上。最后，宋长风虽免于死罪，却被废了一条腿，成了个瘸子。宋长风被从天牢里接出来时，柳氏抱着儿子哭成了泪人。刘雪瑶摇摇欲坠地立在一旁，眼底满是悲痛。我却看得想笑，这不都是你算计造成的吗？为了给一个丫鬟报仇，推倒公主，毁了公主的脸，让宋长风给你顶罪，现在自食其果，不都是活该？至于刘雪瑶所谓的报仇，我特意让人去查了下，那叫春杏的丫鬟性子跳脱，一次跟着刘雪瑶参加宴会时，把一杯热茶泼在了公主手上。一个伺候人的丫鬟言行无状，伤了公主，被掌嘴不是自找的吗？昭华公主碰上你们，才是倒了8辈子霉。儿啊，咱们回府，娘带你回家。宋长风被下人搀扶着，眼神麻木空洞。今日之前，宋长风是宋尚书府意气风发的长子，前途无量。不过1日光景就成了瘸腿的残废，多坚强的人都会受不了吧？更别提他是替人受过。宋长风一言不发地看着刘雪瑶，眼神很复杂。刘雪瑶慌乱地避开他的目光。话说这样一来，男主瘸腿是不是就是女主害的？别胡说，我们女主也是为了给春杏报仇。春杏毁了脸后都差点投井，若不是雪瑶日日盯着，说不定春杏就没了。女主给自己认定的妹妹报仇，她没错。要我说，都怪女配，好好的一块免死金牌，非要拿去陪葬，这么厉害的东西为什么不留着？若是他家留着免死金牌，那男主根本不会出事，也不会被废了腿。女主明明是算好了的，我差点气笑了。所以我就和该贡献出父兄用命换来的东西去救替刘雪瑶为一丫鬟报仇顶罪的宋长风，这是什么道理？我正无语着，就见刘雪瑶朝我看来，眼里快速划过一丝怨怼，被我看得正着。很显然，她也觉得是因为我没拿出免死金牌，所以才害得宋长风瘸腿。表哥，这是沈姐姐，此次救你出来，沈姐姐全程陪着，十分辛劳。刘雪瑶说着停顿了下，语气可惜，若是沈姐姐家中那块免死金牌还在，表哥的腿便不会有事了。此话一出，宋长风和柳氏便一起看向我。柳氏面上满是不悦，好一招祸水东引。宋长风目光扫过我，一言未发。我没有上赶着被人冷待的习惯，朝柳氏微微颔首，便带着丫鬟转身离开。现在瘸了腿成了残废的人是宋长风，我沈家只要不主动上门提解除婚约，便是最知礼的人家了。毕竟谁家女儿愿意嫁给一个残废不是？同理，现在该着急的不是我，而是宋家或者说柳氏。毕竟宋长风这一残，若不牢牢抓住与我沈家的婚约，便娶不上什么正经的官家小姐了。回府后，我差人送了些补品去宋家，算是做到了表面情谊。几日后，宋家送来帖子，落款是宋长风，约我出去游湖。我到时，除了宋长风外，刘雪瑶也在。船上，
宋长风坐着特制的椅子，随手摘下一枝荷花，含笑递给身侧的刘雪瑶。若不知内情的人看了，肯定会以为两人是一对眷侣。沈姐姐来了。刘雪瑶笑着冲我招手，却没有起身，依旧占据着宋长风身侧的位子。我也不在意，走过去在两人对面坐下。船慢悠悠在湖中飘着，期间刘雪瑶一直拉着宋长风说话，我边喝茶边看外边的景色。瞧我，今日原本是约沈姐姐出来游玩，反倒是把沈姐姐晾在了一旁，实在是不该，沈姐姐勿怪。刘雪瑶起身要给我倒茶，不知是船晃还是她没站稳，一下摔在了宋长风怀里，被宋长风扶住。刘雪瑶急忙爬起来，脸上含羞带怯，是我没站稳，沈姐姐你不要误会。看着刘雪瑶眼底的挑衅，我弯起嘴角，怎么会？你自小在宋家长大，与表哥亲厚一些实属正常，我不会多想的。刘雪瑶眼底的得意一致，这女配怎么都不生气的？原本女主的计划是当着女配的面跟男主亲密，故意激怒女配，好让她在男主面前失态，让男主心疼我们女主。现在这样，这女配怎么一点脾气都没有？现在男主腿坏了，男主妈不嫌弃女配是破落户，反倒是想着让她早点进门。最可恶的是，男主竟然默认了。果然男人都是大猪蹄子，可怜我们女主空有一身聪明，却自小寄人篱下，没人能依靠，只能自己为自己谋划。现在她只能牢牢抓住男主的心，才能不受欺负。我看着眼前的字，脸上神色丝毫未变。为什么要生气？我对宋长风没有丝毫爱慕之心，他与谁亲密又与我何干？后面的时间，刘雪瑶三番两次故意在表面上与宋长风十分亲密，想象中我失态训斥他的画面一直未发生。眼看着船便要靠岸，宋长风终于把目光落在我身上。你我不久后便会成婚，有些事我也提前与你说明。我现在断了腿，往后仕途之路便不再走了，宋家以后的家主会是我二弟，我打算从商。我含笑着点头，和善的仿佛庙里的菩萨。宋长风看着十分满意，我虽做不了官，但宋家依旧富贵，你过来后日子不会差，你奉养祖母也更容易。我只有一点要求，我与表妹青梅竹马长大，互相有情，我会纳表妹为妾，你进了门后要善待她。若你心思左了，为难苛待她，我一旦发现，便不会容情。我依旧点头，娶妻纳妾，人之常情。见我如此懂事，宋长风明显更满意了。一旁的刘雪瑶却脸色很不好，也是，她只能接受宋长风娶我回去当个摆设，可接受不了我跟宋长风相敬如宾。往后半月，宋长风时常约我，几次过后，我跟他也能坐在一起聊聊诗词，关系少了几分陌生，多了几分熟人。而刘雪瑶看我的眼神愈发阴沉。这日柳氏邀我来送福小聚，连带着看才买的布料首饰。善后，刘雪瑶拉着我去花园消食散步。走到湖边，我波澜不惊地看着他说着话朝我走近，他背后的字也透露了他的算计，想要诬陷我推他入水。他会很巧妙地拉着我的手掉入池中，让正好被叫来的宋长风看个正着。此次后，宋长风便会认定我是个恶毒的女人，只会把我娶进来当摆设，不会再信任我。算计得很好，可惜比他先一步陷害我打算自己跌入池中更快到来的是柳氏甩在他脸上的巴掌。贱蹄子，枉我自小那么疼爱你，你竟然害我的长风断腿成了瘸子。柳氏扯着刘雪瑶的长发，目眦欲裂的模样像是个恶鬼。刘雪瑶被一巴掌打懵了，又被柳氏扯着头发狠狠甩了几个巴掌。我悄悄后退几步，以免受到波及。刘雪瑶顶着红肿的脸，终于回神，狼狈地躲着柳氏的巴掌。姨母，你这是做什么？什么我害了表哥？我没有啊。还狡辩，我都查清楚了，当日是你推倒的公主，长风是替你顶的罪。刘雪瑶惨白了脸，嘴巴张了张，说不出反驳的话来。还有春杏那小贱蹄子，自己冒犯了公主，被打死都不冤，你就为了个下贱的丫鬟去推公主，还让我儿顶罪，你怎么不去死？刘雪瑶冷冷看着柳氏，春杏是我妹妹，从小与我相依为命的妹妹，
她不是下贱的丫鬟。柳氏冷笑一声，她是你妹妹，那我呢？长风呢？我可怜你姑苦把你接入宋家照料，长风自小把你当亲妹妹疼爱，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刘雪瑶咬着嘴唇，眼泪夺眶而出，我也不想的。我明明算好了的，表哥只会被关进天牢，只要去沈家拿免死金牌，表哥就会没事的。柳氏狠狠扯着他的头发吼道，那金牌呢？金牌在哪？现实是我儿的腿被废了，他成了瘸子。刘雪瑶还想挣扎，转头就看见了不知何时出现的宋长风。表哥，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母亲。宋长风没有看刘雪瑶，他拉开柳氏，一字一句地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当日是我主动站出来替表妹顶罪，不关她的事。凤儿，柳氏眼泪流个不停，你自小便是为娘的骄傲，你明明前途一片大好，现在却成了这副模样。都怨。好了，母亲。宋长风闭了闭眼，我有些累了，今日便这样，这件事往后都不要再提。宋长风一门心思袒护刘雪瑶，柳氏虽恨不得吸刘雪瑶的血吃她的肉，在强硬的儿子面前也只能偃旗息鼓。那日我回去后，只过去3日，宋府便有消息传出，要为刘雪瑶相看夫婿。我冷眼看了几日，柳氏约见的多是些穷酸的秀才或开些小铺子的商人，以刘雪瑶的心气，压根不会看上。这位号称聪明善谋算的女主，怎么甘心嫁给一个穷秀才或是小摊贩？她肯定不会放弃宋长风。我等着她行动，然后一举退婚。丞相孙女的周岁宴上，刘雪瑶买通下人给宋长风下了药。她的本意是装作受害者，与宋长风发生肌肤之亲。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柳氏只能捏着鼻子认下。我推了一把，带着来参加宴席的一众有头有脸的世家夫人和小姐，聚到了刘雪瑶和宋长风颠鸾倒凤的客房外。这是什么动静？一位夫人惊疑不定地看着紧闭的屋门，随着她的询问声落下，四周的人纷纷闭口，屋内隐隐的声音便清晰地传了出来。丞相夫人也在其中，她原本满脸的喜悦瞬间消失，脸色难看得厉害。今日是她孙女周岁宴，在这种喜庆的日子闹出这种事，摆明了是在打丞相府的脸。叫人来把门撞开，我要好好看看是谁这般不知礼数。门撞开后，里面的画面显露在众人眼前，白花花的一片，在场的夫人纷纷挡住了自家女儿的眼睛。从刚才便脸色不对的柳氏看见屋内情景，气了个仰倒，来不及去骂人，急匆匆地去跟丞相夫人赔礼道歉。丞相夫人看着柳氏，我记得你家与沈老将军家不是有婚约在吗？众人纷纷侧头朝我看来，我拿着手帕捂着嘴，无声地流着泪。丞相夫人叹口气，朝我走过来，安抚地拍拍我。她与祖母在闺中时交好过一段时间，此时看着我眼中有怜惜。好孩子，怎么让你碰见这种事？你受苦了。我等这一刻等了很久，况且这场面本就由我推波助澜。现在宋长风犯了错，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哭着演了会儿，便借口疲乏，由丫鬟扶着离开。第二日，祖母带着庚帖去宋家退婚，宋家虽不情愿，却也没再纠缠。自家儿子闹出了这种事，丞相府还在盯着宋家。作为过错方，宋家只能撑着笑脸，好声好气地答应退婚。没了这桩婚事桎梏后，我与祖母说自己要招婿在家，不挑家世富贵，只重人品贵重。祖母全盘支持我。看了半个月，宋家已经把刘雪瑶抬进府做妾，我却依旧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这天我巡查完沈家的铺子回府，路上撞见几个恶棍围着一清瘦的公子抢劫钱财。那公子咳得脸红脖子粗，纤细的身子被推倒，手臂擦在地上，直接就破出了血。父兄自小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我见了这种场面没法视而不见。我领着人过去，叫住了恶棍，他看着不像有钱人家的公子，别为难他了，我给你们银子。主要是带出来的人不多，不然才不会给银子，直接打跑便是。恶棍扫过我带着的丫鬟小厮，没有过多纠缠，拿着银子便走了。我走到那公子面前，给他递去手帕，他颤巍巍伸手，一看就身子病弱，不过一张脸却很好看，比女子还精致。我忍不住问他，你家在哪？
我让人送你回去。他看着我，说2个字便要咳3声，苍白的脸上泛起病态的红。可我孤身，可一人，并无去处。我看着他，主要是看他的脸，鬼使神差的。我问他，那你要不要跟我走？我正在招婿。与裴玉交换了姓名后，我便把裴玉领回了家。1月后，我与裴玉拜了堂，收获了一个夫君。裴玉身子病弱，我给他请了许多大夫来看，都说是娘胎里带的，只能养着。沈家并不缺银钱，养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我让大夫开了养生的药膳，精细养了几个月后，裴玉的情况便改善了许多。虽依旧没好，但身上长了些肉，也不再3不2咳嗽了。就是这人有些太过懒散，不爱动弹。我每日出去巡查铺子，回来便看见院子里并排躺着的2个人。祖母笑呵呵地跟裴玉讲他年轻时候的事，裴玉闭着眼听着，时不时应上一声。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奉养了2个长辈。我被自己的想法逗笑了，笑完就看见裴玉睁眼坐了起来，一双好看的眼睛看着我，双眸亮亮地喊我娘子。我听着心口直跳，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这副模样的裴玉我喜欢极了。我2步跨过去，把怀中捂着的糕点拿出来。书坊阁新出的糕点，快尝尝。裴玉分了一半给祖母，剩下的便进了我和他肚子里。又过去半月，府医来给裴玉诊脉时，顺手给我诊出了1个月喜脉。我人有些懵，被裴玉一下子抱进了怀里。他小心翼翼摸着我的肚子，眼中是纯粹的喜悦和期待。我看着他的眼睛，纷乱的心绪一下子便平静了下来。府医走后，屋内只剩下我和他。裴玉兴致勃勃地拿着书说要给孩子念，我听着他念书的声音，躺在他腿上睡着了。梦中，我罕见地梦见了半年前柳氏和刘雪瑶上门来求免死金牌救宋长风，还有那突然冒出来的那些奇怪的字。如果那天那些字没有出现，我拿出免死金牌救了宋长风，那现在的我可能会如那些字所说，被宋长风以报恩为名娶进宋家，当成个摆设。醒来后，我抱紧了裴玉的腰。好在命运是眷顾我的，有了身孕后，我便开始在府中养胎。沈家名下的产业铺子便交给裴玉去看管，他处理的游刃有余，每日回来都会给我带吃的喝玩的。这天裴玉许久未归，都错过了用晚膳的时辰。这种情况从未出现，我叫来管事，问了裴玉今日去的铺子，带着人找过去。去到地方，却看见铺子被人围了起来，其中还有几个官兵。我没忍住皱起眉，心里担心裴玉，快步走过去。围着的人看见我，明显是认识我的，侧开一条路放我进去。里面2伙人剑拔弩张地对峙着。我径直走向裴玉，目光扫过他身上，见没什么不妥，才松了口气。裴玉身子弱，好不容易才养好一些，若不是我要养胎，是不会让他出来处理这些杂事的。裴玉小心地扶住我的腰，我没事，很快就处理好了，你别担心。我拍拍他的手，转身看向从我进来便一直盯着我的宋长风。自从退婚后，我跟他没再见过，现在一看，这人仿佛变了个人似的，原本温文尔雅的气质变得过分阴翳，浑身散发着阴沉的气息。宋长风看着我冷笑了下，看来沈小姐过得不错。我不欲与他闲谈，我跟他本就没什么话说。宋公子围了我沈家的铺子，意欲何为？宋长风坐在特制的轮椅上，他漫不经心地挑眉。沈小姐这个铺子卖出去的药材吃死了人，苦主告到了官衙，主理案件的是我二弟，这是可大可小，看沈小姐怎么处理了。沈家的铺子一向管得严，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这是摆明了是宋长风搞出来的。我冷着脸问他，你想如何？宋长风目光扫过我身侧的裴玉，这便是沈小姐招的上门夫婿吧？沈小姐退了与我宋家的婚，就找了这么个除了脸一无是处的小白脸。我嗤笑一声，听闻宋公子又纳了一房美妾，你之前那么喜爱柳小姐，现如今怎么对她流产都不闻不问，反而日日抬新人入府呢？宋长风瞬间破防，别提那个贱人，若不是因为他，我的腿怎么会变成这样？他就是一个心思狠毒、精于算计的贱人。我看着，心里冷笑不已。明明之前那么情深意重，
现如今也变成了互相怨怼。没有了我这个工具人，这所谓的男女主也不过如此。我对宋公子的后院不感兴趣，你今日搞这么大排场，到底想如何？宋长风带着笑开口，我要沈家名下80%的铺面。宋长风盯着我一言不发的脸，沈小姐若不愿意，那便去天牢里住着吧。不过沈家有免死金牌在手，沈小姐肯定会毫发无损的出来的。看着宋长风带着恨意的眼睛，我瞬间想明白了他为何如此。他断了腿，恨算计他顶罪的刘雪瑶，同样也恨上了不愿拿出免死金牌救他的我。我之前说免死金牌随父兄下葬了，宋长风搞这一局，便是为了印证我说的真假。真是恶心啊！怎么样，沈小姐考虑清楚了吗？是破财免灾，还是去天牢里走一遭？照宋长风这番架势，我就算答应给出沈家80%的铺子，他也不会放过我。他就是要折磨我，消解心头愤恨。我不能进天牢，我还怀着孩子，一点磕碰都不能有。我正想先用铺子拖住宋长风，再找办法破局，就被身侧的人握住了手。裴玉拉着我，脸色很冷，看宋长风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死人。我从未见过他这种模样，他在我这里一向是病弱需要精细养护的。宋长风，裴玉轻笑一声，上一个翻到我面前的杂碎，现在坟头都已经长草了。宋长风嘲讽不屑地扯着嘴角，嘴里的话还没说出来，就被外边冲进来的侍卫按在了地上。他腿动不了，手被按着，只能狼狈地仰着头挣扎。你们是什么人？我是宋家大公子，赶紧给我放开！裴玉抬脚踹过去，宋长风张嘴吐出一口血。算计王妃，惊扰皇嗣，戕害公主，把人给本王扔进天牢，还有宋府里那个同谋也给本王一起抓了。宋长风满脸不可置信，震惊到失语，被一路拖走。我护着肚子，看着裴玉，懵在了原地。裴玉转过头，脸上的神情一滞，眼底满是慌乱，焦急地走过来扶住我，急切地张嘴就要解释。我按住他的手，仔细看了看他的脸色，末了呼出一口气。看着他焦急的脸，我扬起嘴角，回府用膳，吃完再说。府医开的药膳可是日日都不能落下的，我也不能饿肚子。吃饱喝足，盯着裴玉喝下安神汤，我才让他从头到尾开始解释坦白。裴玉说了自己的身份，先皇和太后的小儿子，当今陛下的嫡亲弟弟。温暖的卧房里，裴玉轻轻搂着我。我从出生起就身体不好，比吃饭更熟练的是吃药。母后生我10倍算计，她认为是她害得我出生就体弱，对我一直心怀愧疚，唯一的心愿就是我能健康长寿。皇兄登基后，我不爱待在皇宫里，母后也随着我。我的身体我自认为是活不长的，与其天天喝药，不如好好快活几年。遇见你那天，太医给我下了诊断，说我最多还能活5年。我甩开了所有工人暗卫，想一个人静静，却没想到碰上了恶棍劫银子，然后就遇见了你。我听到那句只能活5年，愣住了，猛地握紧了他的手掌。世上能人异士那么多，我不信没有办法。裴玉笑着贴了贴我的额头，眼中神采飞扬。太医说我是缺少求生意志。我厌倦了汤药不离，母后兄长日日愧疚以待的日子，便想早点解脱。现在不同，我有了爱妻，不久后会迎来血脉子嗣，为了你们，我可不愿早早离开。况且你把我养得很好，前日给太医诊脉，他直呼奇迹呢。第2日，裴玉带我进了宫，见了太后。太后待我十分和善，摸着我的肚子红了眼眶。午膳时，皇帝也来了，陪着一起用了膳，大手一挥，给我赏了许多东西。这日后，我时常喊着裴玉一起进宫去陪伴太后。熟悉了以后，太后便时不时会溜出宫来沈府上与祖母说话。我特意去见了昭华公主，她被毁了脸后，便深居简出，整个人失去了精气神。裴玉说，昭华从前是个很活泼的小姑娘，性子骄纵人却不坏。之前被春杏泼了一杯热茶烫伤了手，后面又被刘雪瑶算计，刚及笄便被毁了脸，差点就疯了。宋长风和刘雪瑶被刺死那天，我带着昭华去看了。我原本以为她会怕，没想到她让人按着刘雪瑶，亲手给她灌下了毒酒。翻过年，我生下了女儿，裴玉给她取名叫珍珠。
珍珠长大以后，跟着堂姐昭华去了边疆，成了战场上的女将军。送走了祖母后，我与裴玉离开京城，去游山玩水，走遍大雍万里山河。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